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木下胜寿先生所著的《不烦恼的人思维方式》这本书。您再也不必重复那些让人痛苦的失眠夜晚了。当烦恼紧紧束缚您的内心，不安将您压得喘不过气时，这本书将为您画上句号。不管您现在正面临什么问题，这本书都能成为您改变人生的契机。作者曾经历破产，跌入人生低谷，但过去20多年却几乎没有再为任何事苦恼。他在书中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秘诀，帮助您锻造出无惧逆境的钢铁心态。这里不仅介绍了任何人都能实践的最强心理技巧，更是一套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您大脑运作方式的革命性思维方法。这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技巧，而是一个能彻底重塑您思维回路的系统，让您从此不再被焦虑与压力束缚。每天践行一个方法，1个月后，您将迎来完全不同的自己，90%的烦恼都会消失。您是否曾好奇，为什么有些人总能轻松面对人生，从不被烦恼困扰？本书揭秘的不仅仅是表面的建议，而是一整套颠覆性的思维算法。即使遭遇重大挫折或困境，你也能将它们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打造一颗无坚不摧的强大内心。许多读者已通过本书摆脱了困扰，迈向了全新人生。现在轮到您向过去烦恼重重的自己告别，踏上获得真正自由的旅程。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90%的烦恼都会消失。为何那些人生顺遂的人竟然都在做这件意想不到的事？第二，让人生发生惊人变化，揭秘不烦恼、不受情绪左右的终极思维方式。您是否注意到，生活中有些人似乎从不烦恼，他们总是阳光、自信、积极，即使经历了失败，那些乐观而强大的人仍然能毫不在意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自我。您身边应该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大多会说，与其苦恼，不如立即行动，因为行动才能改变人生。然而作者认为，与其毫无思考的行动，不如先停下来认真思考，这才是摆脱烦恼的关键。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人会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不已，而另一种人却毫不烦恼。这2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作者指出，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真正不为烦恼所困的人，并非是生活中没有困难，而是他们拥有与普通人不同的思考方式。能否陷入烦恼，仅仅取决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遇到无数的烦恼与困难，但选择陷入烦恼停滞不前，还是积极应对，完全取决于思维模式。因此，只要改变思维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不易受困于烦恼的人。作者木下先生是公司的创始人，他白手起家，将公司发展成上市企业。相比普通人，他遭遇过更多的困难，经历了无数挫折与失败。然而，尽管面对如此多的挑战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在过去20多年里从未真正陷入烦恼。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陷入苦恼。而这一点与是否能解决问题无关，而是源自他的思维方式。创业2年后，作者曾遭遇诈骗，所有财产被人骗走。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创业者来说，手头资金无异于生命，被欺骗导致一无所有，其痛苦可想而知。然而，作者在第2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工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因为他早已掌握了不陷入烦恼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事业和人生顺利的人，往往都具备这种思维方式。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只有解决了问题，烦恼才会消失。如果事业成功，人际关系顺畅，烦恼就会自然消失。然而，这其实是一种幻觉。请记住，无论您赚了多少钱，无论您在工作上取得了多少成就，如果没有掌握不陷入烦恼的思维方式，您仍然会被烦恼困扰。实际上，烦恼的多少与事业是否顺利并无直接关联。例如，去年赚了3亿日元的人，如果今年收入减少到1亿，他可能会沮丧不已。
而另一位负债5亿日元的人，却仍然能笑着面对生活。很多人可能会想，你1年还能赚1亿，为什么还要烦恼？但只要不改变思维方式，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人都可以无止境的烦恼，即使外人看来十分富足，本人却可能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焦虑。反之，如果改变了思维模式，即便负债5亿，也能过得轻松自在。即使旁人觉得您处境悲惨，您自己却毫无烦恼。归根结底，人类如果想烦恼，就永远都有烦恼的理由。例如，一个人可能因为缺钱而烦恼，但当他努力奋斗，实现了年收入1000万日元后，烦恼本该消失才对。可一旦他进入了新的收入层级，他就会开始关注那些赚2000万、3000万，甚至1亿日元的人，继而又陷入新的烦恼，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达到1亿日元的年收入。在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曾经因为朋友太少而烦恼，后来努力提升自己，终于交到了知心朋友，他可能会暂时摆脱孤独感。然而随着朋友的增加，他会接触到更多社交圈，见识到那些人缘极佳、受人敬仰的人后，便又会觉得自己朋友太少，陷入新的烦恼。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成为像他们那样受欢迎的人，不论是财富还是人际关系。如果思维方式不改变，烦恼就不会真正消失。即使一个烦恼得到解决，新的烦恼仍会接踵而至。因此，若不彻底改变思维模式，烦恼永远不会真正消失。了解到，如果不掌握不容易烦恼的思维方式，人就很容易陷入烦恼之中，一直无法从烦恼中解脱出来。相反，只要改变思维方式，就能迅速摆脱烦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接下来，我想传达给你们2个原则。这2个原则是找到不容易烦恼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原则。它们分别是：一、事情不如预期进行与事情不成功是不同的。2、问题不一定需要解决。接下来我会详细解释每个原则。首先解释第1个原则，事情不如预期进行与事情不成功是不同的。现在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判断您是否已经陷入容易烦恼的思维模式。烦恼就是有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请从以下3项中选择一个，并给出理由。1、大致正确。2、虽然不完全错误，但不够充分。3、有致命的错误。请轻松地思考这个问题，并选择一个答案。如果您选择了1或2，说明您可能已经习惯了容易烦恼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一起努力跳出这个思维框架。相反，如果您选择了第3项有致命的错误，可能你已经掌握了不容易烦恼的思维方式。为什么烦恼就是有问题这个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呢？这种烦恼等于问题的思维方式有其弊端。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什么。例如，假设 A 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定，他必须准时赴约。为了赶到约定地点，他需要乘坐电车，车程大约需要15分钟。但由于暴雨影响，电车停运了。A 先生焦急地等着天气好转，祈祷电车能恢复运行。此时，如果有一个人开始抱怨今天有重要的约定，怎么能遇到这种情况？我的人生怎么总是这么不顺利？那就可以说他反应得非常愚蠢。电车不行的话，可以打出租车，或者骑自行车，甚至可以选择跑步，完全不需要大声抱怨或者将一切寄托于电车恢复运行，只需要拿出手机，查询其他路线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 A 先生的目标是准时到达，他可以选择快速打车，或者找朋友帮忙接送。面对问题时，解决方法有很多种。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他为什么要这么纠结？赶紧解决不就好了？事实上，很多烦恼其实就是类似这种情境，不需要烦恼的事情却引起了烦恼。大家在面临目标时，通常都会设定一个计划，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希望事情朝着某个方向发展，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一旦开始行动，通常情况并不会完全按照预期进行。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问题。
例如 A 先生原本计划乘坐电车，预计15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但由于电车停运， A 先生遇到了问题。重要的是，遇到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目标。坦率地说，只要考虑换个路线就可以了。然而，为什么许多人会放弃换路线的想法，因计划失败而感到沮丧，甚至停下脚步，无法继续前进呢？这就是烦恼的状态。A 先生也因为电车停运而感到沮丧，并且没有转向其他路线，而是毫无作为地等待电车恢复运行。实际上，这就是烦恼产生的机制。世界上的大多数烦恼本质上都是这种形式。很多人像 A 先生一样，无法转变思维，无法考虑替代方案，因为他们不能区分事情不如预期进行和事情不成功这两个概念。反过来，烦恼与不烦恼的人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是否能够清晰地区分这两者。事情不如预期进行是指没有按照既定目标达到，而事情不成功则是指根本无法实现目标。在现实生活中，90%的问题只是事情不如预期进行而已。几乎所有的目标未能达成，或者任务未完成，都是因为初步的计划遇到困难，而非目标本身无法实现。只要想出新的方法并付诸实践，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然而，很多人会因此开始烦恼，并且无法区分这两者。于是，明明只是计划没有按预期进行，却会产生事情根本无法成功的错觉，觉得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因此，正确区分事情不如预期进行和事情不成功是让思维不再烦恼的第一原则。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当事情没有按照最初设想的方式进行时，我们会明白这不过是计划没有按预期进行，我可以重新考虑另一个路线，这样就不会为此烦恼了。当然，计划不如预期时，谁都会感到不快，但并不需要为此过度担忧。接下来第二个原则是，问题不一定需要解决。例如 B 先生在公司里因为评价低而感到烦恼，他决定通过努力工作来扭转这种局面。然而，评价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提高，反而他感到越来越气馁。那么，如果是您会给 B 先生什么建议呢？ B 先生的问题在于他努力工作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评价，这仅仅是事情没有按照预期进展的表现。然而 B 先生却被这种没有成功的想法困住，动弹不得。 B 先生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通常面对问题时，解决问题有3种方式：一、解决问题本身；二、将问题转化为非问题；三、将问题升华为具体的任务。第一种方法可以说是成功的。实际上，大多数人会试图解决眼前的问题。然而，从不烦恼的角度来看，第一种处理方法完全是错误的。因为 B 先生烦恼的根本原因正是问题本身没有得到解决，他努力工作了，却没有得到提升。如果工作努力能带来公司评价的提升， B 先生早就不会感到烦恼了。相比之下，不容易烦恼的人通常会采取第二种或第三种方法，即将问题转化为非问题，或将问题升华为具体的任务。这2种方法并非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消除问题本身来应对。通过拥有消除问题的技能，这些人避免了烦恼。这个方法一般被称为重新框架。重新框架指的是通过改变对事物的框定方式，来重新理解问题。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改变思考的前提，改变面临的负面情况的意义。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当杯子里水半满时，如果我们以杯子是空的为前提，就会认为水还剩一半；但如果我们以杯子是空的为前提，就会觉得水已经填满一半。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改变前提，我们通常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就不再是问题。比如，他可以将公司视为赚取薪水的地方，并尽力度过工作日，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丰富的个人生活中。这样，公司评价低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大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或烦恼，是否也可以通过改变前提来解决呢？很多人都有一个目标，
但因为缺少某个手段，就觉得无法实现目标，开始为此烦恼。这时，作者会建议他们不必一味追求手段 A， 是否真的必须依赖它？在反复思考后，往往会发现，实际上通过手段 B 或手段 C 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这样原本因缺少手段 A 而烦恼的问题，便不再是问题了。通过这种思维方式解决的问题，将永远不会再成为问题。因此，能掌握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生活将变得更加轻松。当问题发生时，他们的思维算法会自动启动，思考有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法，从而避免浪费时间在烦恼上，直接朝着目标前进。实际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应对 80% 的问题。然而，仍然有约 20% 的问题是无法轻易绕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结合将问题转化为非问题的思维方式，培养第三种思维算法，将问题升华为具体的任务。我们明白了，仅仅像以前那样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情，有时并不能直接提高评价。如果是这样的话，单纯的努力工作并不会直接与提高评价这个目标相联系，而是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让人生发生惊人变化，揭秘不烦恼、不受情绪左右的终极思维方式。首先，我想介绍的第一个不烦恼、不反应的极致思考方式是：烦恼并非来源于他人，而是总是源自自己。那么，容易烦恼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误区，那就是认为烦恼来自于外部的状况，例如像人际关系、身边的环境等。但从结论来说，烦恼并非来源于外部，而是实际来源于自己内心。你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呢？人们只有在把事实看作值得烦恼的事情时，烦恼才会产生。如果不把眼前的状况解释为需要烦恼的事情，烦恼根本就不会产生。因此，我希望大家做的是，停止将眼前的事实看作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你改变了对眼前事件的解读，烦恼就不会产生了。你们需要记住的是，烦恼并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从内心产生的。而且，烦恼是由解读而非事件本身产生的。烦恼来源于您的情感，而非事实本身。因此，即使遇到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也不要去考虑如何改变眼前的事实，而应该问自己，应该如何改变自己。为了不烦恼，最重要的是聚焦于自己。接下来第二个我想介绍的不烦恼、不反应的极致思考方式是：真正的问题 90% 并非通过金钱解决。无论什么样的烦恼，通常人们都认为只要得到某样东西，问题就能解决，而实际上得到那样东西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说的严格点，那些只要有什么就好了或因为没有什么所以做不到这种说法，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思考和行动的借口。大多数问题都能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应对。面对问题时，最重要的是思维和行动。只要不放弃思考，采取正确的行动，金钱并不是必须的。作者认为，如果您这样想，便不会因为金钱而烦恼。大家不妨好好思考一下，通过金钱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说用钱让别人来解决问题。只有当别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时，这种方法才有效。如果问题无法通过别人解决，无论你有多少钱也没有用。例如，您的烦恼是身体不适，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每天都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然而，偶尔身体不适是不可避免的。坦白说，钱的多寡几乎无关紧要。即使您支付了大笔医药费，或购买了昂贵的保健品，身体状况也不会自动变好。最终能做的只有通过努力改善健康，例如适当运动、自己做饭、戒酒、晒太阳、提升睡眠质量等。这些都与金钱无关。而且，即使有很多人因为健康问题而烦恼，钱并不能治愈疾病。基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生活习惯。换句话说，金钱并不会帮您解决烦恼。没有钱不能解决问题是一个幻想。最后，第三个我想介绍的不烦恼、
不反应的极致思考方式是尽量早些经历9次失败。很多人在面对挑战时，或者在做决定时，往往习惯于避免失败，并希望一切顺利，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就能避免失败。因此，一旦事情不如预期，便会过度失望。然而，无论如何计划，最开始时几乎很少有事情能够顺利进行，失败往往是常态。作者认为，世上有一个10次中的1次法则，当人们全力以赴做某事时，最初的9次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第10次必定会成功。不烦恼的人通常会预料到最开始会失败，并做好心理准备，他们会把失败纳入计划中，因此即使计划失败，也不会受到过多打击。这个10次中的1次法则是成为不烦恼的人的必备思维模式。如果您了解了这一点，即使事情开始时不如意，你也不会烦恼，因为在第9次失败之前，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希望第1次就能成功，并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结果当他们失败时，往往会受到伤害，陷入烦恼之中。而那些第1次就成功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天才，但大多数人都不是天才。成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到来，9次失败是必然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人们就会认为失败不可避免，每次失败后都感到沮丧，这样就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失败是正常的，甚至应该争取9次失败，第10次一定会成功。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养成不烦恼的思维方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